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纤维素。纤维素虽然是7大营养素中的一种，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很多的误解，因此我特别来拨乱反正，讲讲这个纤维素。我将通过纤维素是什么，对人体的影响，尤其是对运动健身人群产生的一个巨大影响，给大家讲解。相信很多人都不了解，所以请将视频看到最后。纤维素是一种不可被消化的碳水化合物。还记得我在碳水化合物的分类那期视频中给大家讲过，碳水化合物分为简单和复合碳水化合物，它是由单糖、双糖以及多糖构成，可以被人体吸收。纤维素也属于多糖，它是植物细胞壁的重要成分之一，为植物提供支撑和保护作用。与碳水化合物不同的是，纤维素在人类的消化系统中无法被分解和吸收，因此不提供任何的热量。通过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很多想减肥的人非常重视纤维素。吃了饱了没有获得热量，这岂不是一件美事？纤维素可以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两种。水溶性纤维素主要存在于水果、蔬菜、豆类、全麦等食物中，它们可以吸收水分，形成粘稠的凝胶状物质。不溶性纤维素则主要存在于麦类、谷物、坚果、蔬菜等食物中，它不溶于水。无论是水溶性还是不溶性，纤维素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，减少有害物质停留在肠道中的时间。第二个作用是维持肠道菌群平衡。纤维素可以提供菌群所需的营养物质，支持有益菌的生长和繁殖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和繁殖。第三个作用是降低胆固醇，这是因为纤维素可以与胆汁中的胆固醇结合，并将其排出体外，从而降低胆固醇的吸收与循环。关于这条，我有些额外的解释。在胆固醇的那期视频中，我特别介绍了关于胆固醇的最新研究。健康的人体中，胆固醇的水平与自身摄取的胆固醇数量无关。胆固醇的高低由身体代谢胆固醇的能力决定。摄取多了，人体可以自动代谢掉；摄取少了，人体通过肝脏自动生成。详细的解释请出门左转。第四个作用，控制血糖。纤维素可以减缓肠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从而减缓食物中的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，降低肥胖的几率。我们现在来简单排名列举一下含有纤维素的食物。排名第一的是坚果和种子类，例如杏仁、花生、核桃、腰果、南瓜籽等等，纤维素平均含量在每100克8克左右。排名第二的是豆类，例如黑豆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，纤维素平均含量在每100克6.6克左右。排名第三的是全谷物类食物，例如燕麦、糙米、全麦面包、全麦饼干等等，纤维素平均含量在每100克6克左右。排名第四的是水果，例如苹果、梨、草莓、蓝莓等等，纤维素的平均含量在每100克3克左右。排名第五的是蔬菜，例如菠菜、甘蓝、花椰菜、胡萝卜等等，纤维素的平均含量在每100克2.5克左右。大家可以根据自我对纤维素的需求进行选择。说了一堆纤维素的优点，那么纤维素对运动健身人群的作用如何？我们先了解一下运动健身人群对营养的需求是什么。第一，在基础营养方面，人体想要保持健康，就必须把7大营养素补充足够。作为7大营养素之一的纤维素，每天建议补充25到30克，以保持健康。在基础营养补充层面，纤维素对运动和健身人群的健康有促进作用。第二，在运动过程中的营养补充层面，在运动中，人体会以代谢水分和电解质为主，用以提供能量。因此，纤维素对运动过程中的营养补充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，甚至会延缓对水分和电解质的吸收。第三，运动发生后的营养补充层面，运动后，身体需要快速而充足地将运动中消耗的营养补充回来，并且还需额外补充营养用于身体的恢复和生长。但纤维素会包裹住各种营养素，减少胃液的分泌，从而减缓食物在肠道中消化和吸收的速度。
就会影响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以及水溶性维生素的利用率，这给运动人群的身体恢复和生长造成了额外的麻烦。即便有些人想通过运动来达到减脂的目标，但是运动后的身体恢复仍然是最重要的营养补充目的。因此，纤维素无法满足运动人群在运动中以及运动后营养补充的快捷性、方便性的要求。尤其在竞技训练和比赛期间，需要更加注重提高营养素的摄取，并选择更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和营养品。纤维素在帮倒忙。因此，纤维素的补充必须根据你的训练阶段来安排。如果处于增肌或高强度训练阶段，应该避免食用大量高纤维素食物，例如坚果、种子、豆类食物。如果是减脂期，则可以增加纤维素类食物。但是要注意，在蛋白质的优劣那期视频中，我特别介绍了豆类蛋白是劣质蛋白。减脂期需要补充高质量、高数量的蛋白质，将运动营养的概念使用到你的训练饮食中，才可以让你吃到的食物真正帮到你的忙。这就是肉烂在锅里的概念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纤维素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，属于多糖类的碳水化合物。但是纤维素不会被人体吸收和利用，也不会为人体提供能量。纤维素对人体健康有一系列的益处，例如促进肠道蠕动、减少胆固醇、降低血糖的浓度等等。含纤维素较多的食物包括坚果、种子、豆类、谷物、水果和蔬菜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纤维素是基础营养素，每天摄取25至30克，可以保证机体保持健康。目前中国人每天的纤维素摄取量在10克左右，但是在运动营养补充层面，纤维素会增加肠道负担，减缓营养消化吸收的速度，对人体运动后恢复和生长起到了消极的作用。因此要根据训练和营养补充层面考虑纤维素的摄取问题，不要片面而绝对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